最近听到不少身边的中美朋友在背后互相指责新冠肺炎的由来先说美国美国一向被视为有大白人主义的这个川普，开始在 Twitter 用一些对中国人的贬义以及隐喻责任全在中国的一些言语譬如说 Chinese virus、Kung flu、Wall Street Journal's headline、Segment of Asia。如果要按照来源来命名的话艾滋病也可以叫做 African virus， 那 Swine flu 也可以叫做 Mexican flu。为什么不这么叫呢？不敢嘛，因为美国黑哥和老莫多这么叫怕被丢鸡蛋，白宫也变成荷包蛋了嘛。川普和一些媒体这种 racist 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欺负少数民族的 loser 行为，自己不察觉。Of all we've done, the risk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mains very low. 防疫什么都慢人家半拍，甚至是3拍5拍，发生祸事了再唧唧歪歪叫，怪中国。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China. That's why. It comes from China. 自己的执行力差，疫情这么严重，百姓还到处乱窜。Again， 又怪中国。国家不统一政令，有些州防疫，有些州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甚至到 county， 有些封城，有些一切照常进行。这个道理就好像在一个游泳池里面的角落写着，这里可以拉屎拉尿，其他地方不可以。那这样的防疫效果能好吗？还有，我在这边要顺便讲一下，新冠肺炎的正式学名叫做 COVID-19。这个 CO 就代表 Corona， 也就是皇冠 ；VI 代表 Virus，D 呢就是 Disease，19呢是代表这个发现的这个年，2019年。我就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呢是怎么样把这个跟中国扯在一起。吵架都没有单方的嘛，这个我们刚讲完美国，再说中国，中国媒体故意翻译错，故意抹黑这个美国，让自己的老百姓转移仇恨在别人身上这个中国人呢不去检讨自己的问题继续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做这些没必要的破坏地球规律的行为另外高价倒卖美国所捐赠的口罩，为了赚点人家的国难钱被人家看不起，这样的成本会不会也太高了吧？百姓相互攻击美国倒霉助长这种幸灾乐祸的民风风水轮流转。如果今天百姓可以笑着看这个隔着太平洋的美国人在死那明天也可以笑着看你这个隔着一栋楼的同乡死这种幸灾乐祸的行为我们是所不齿的。我在网络上看到中国朋友在传这个，我真想大声 call 我的好朋友有法克我来念给你听。他说新冠病毒终于哭了这个听起来感觉还不错，但是却前面非要说我要走了，我要回美国去，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哇，我觉得这个最可恶的还是最下面说美国的优越环境比较适合我们存在，哪里有民主有自由，或一劝回家了还是娘家好反正讲的就是美国呢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来源地念到这里呢，我又要想叫我的这个好朋友有法克出来了。现在本来就是地球村，谁都离不开谁。你用的东西有 Made in China、Made in Japan、Made in USA。一直以来，美国作为中国的国际大客户，美国用到了便宜又好的东西，中国也赚到了嘛。谁生病对另一方都没好处，更别说这染病不过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大家都倒霉。美国这么做只是制造种族仇恨、社会内讧，这样对美国的抗议，对于美国的球员丝毫没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可爱又任性的富二代总统做的事儿。而中国这么做也只是让自己的百姓更犯傻而已，对国、对社会、对人民这种负面刻薄的态度都没有好处嘛。今天你病了我照顾你，明天我病了你照顾我，这里没有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本来就是合则双赢分则双输的简单道理嘛。最后大家还在争论新冠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病
是从动物身上来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建议少侵犯大自然，少捕杀所谓的野味，艾滋不也是这样来的吗？不然当大自然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今天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新冠呢，总会过去，希望全世界的人类都可以因此而反思自己对大自然的伤害。国与国之间更应该探讨如何联手善待地球，深思生命中更应该珍惜些什么。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如果欣赏麻将哥的看法，请点个赞，并且记得订阅哦。